你是否喜欢独处，渴望远离喧嚣的旅行，寻找那些能让心灵平静的角落？那么你可能跟我一样是 MBTI 中的 I 人，倾向专注于内在世界。今天我将带你走进6个适合静静感受的欧洲城市，享受优雅的步调、隐秘的风景，让你在静谧中探索自我，疗愈心灵，品味旅行的美好。当提到瑞士，你是否会联想到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或是苏黎世这样的金融大城？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一座宛如画作的湖畔城市琉森，这个适合独自沉思、细细品味的梦幻小城，完美结合了自然美景与人文气息，让你在宁静中感受深深的疗愈力量，享受这座城市特有的温柔与安逸。琉森的湖光山色就像一首无声的诗，特别适合 I 型旅人。清晨时漫步于琉森湖畔，你可以避开人群，享受湖水轻轻拍打岸边的声音。若想要更深入探索，不妨搭乘游船，静静地感受四周的群山环绕与微风轻抚，让纷扰的思绪及内心的烦忧随着湖水飘远。而到了琉森，不能错过的就是著名的卡贝尔桥。这座建于14世纪的木桥，不仅是瑞士最古老的有顶木桥，还拥有独特的屋顶画，每一幅都诉说着琉森的历史故事。站在桥上，你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河流的静谧，在现代与过去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对于 I 人来说，独自冒险是种自在的体验。乘坐全世界最陡的齿轨火车皮拉图斯列车，随着高度不断上升，风景也渐渐展开，一片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景尽收眼底。站在山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那一刻你会感到无比的自由与平静。为什么琉森会适合 I 型人呢？第一，它是一个舒适的小规模城市，既没有大都市的喧嚣，也不会让人觉得无趣，非常适合喜欢低调旅行的 I 人。此外，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慢了半拍，从漫步湖畔到参观历史景点，都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让你无需匆忙，感受到压力。当地人虽然很友善，但不会过于主动，这对于不喜欢过多社交的 I 人来说，是一种非常舒适的旅游体验。在比利时有一座安静而迷人的小城，藏在繁忙的布鲁塞尔和古老的布鲁日之间。这里的节奏缓慢，风景如诗，它的名字是根特。根特城堡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曾经是伯爵的住所，也是中世纪权力的象征。走进城堡，仿佛能听见那些埋藏在石墙里的故事，有关战争、审判，甚至爱情，每一段回声都带着时间的痕迹。在根特还有一座不可错过的地标——圣巴冯大教堂，这里收藏着世界著名的艺术瑰宝根特祭坛画，是现存最早的带有签名的早期尼德兰绘画作品。特色是开闭式的祭坛画，外面9幅，闭合的祭坛内12幅。只有当节日、礼拜盛会，祭坛的两翼伴随着音乐打开时，人们才得以见到内层的12幅杰作。此外，根特最让人心动的是它的运河，这里没有布鲁日那么多游客，更显得静谧。无论是独自散步，还是搭乘小船，这条水路都像一本书，慢慢地为你翻开城市的秘密。这是属于根特的浪漫，静静的却打动人心。在根特，每个角落都藏着惊喜，
在街头你会看到卖小梨子糖的摊位，是根特的经典糖果，外形尖尖的像鼻子，外层酥脆，内馅是柔软的果胶，通常是覆盆子口味，但也有其他水果变化，味道甜而不腻，让人忍不住一颗接一颗。在根特，你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赶行程，也不需要担心吵杂的人群。这是一座属于哀人的城市，一个能让你放慢脚步，重新感受生活的小城。萨尔茨堡这座以音乐和自然闻名的小城，不仅是莫扎特的故乡，也是一座能让你慢下来细细品味每一刻的城市，一个能让灵魂得到滋养的地方。如果想远离市中心的人群，我们先造访萨尔茨堡要塞。这是萨尔茨堡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也是欧洲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中世纪城堡之一。搭乘缆车或沿着山径慢慢步行上山，站在城墙上俯瞰整个城市和周边的阿尔卑斯山脉。微风拂面，耳边传来远处的教堂钟声，让人沉浸在壮丽的景色中。格特莱德街是萨尔茨堡最著名的街道，除了是莫扎特的出生地，也因古色古香的石板路以及精心雕刻的铸铁招牌而闻名，有着满满的欧洲风情。莫扎特就出生于格特莱德街9号的这栋黄色建筑4楼。虽然这里是热门景点，但我们可以选择早上或是傍晚人较少的时段参观。米拉贝尔宫修建于17世纪初期，这里拥有精致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和广阔的花园，是电影《真善美》经典场景的拍摄地。清晨时分，花园里人潮稀少，铺满露水的小径让人感觉仿佛穿越时光。花园中还有一个独特且充满趣味性的景点——小矮人花园。原有的小矮人雕像由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共28座。每座雕像都形态各异，展现了不同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服饰风格。这些特别的造型和逗趣的表情，也为旅途中增添了一份幽默与轻松。如果你喜欢音乐，不妨选择一场晚间的室内乐演奏会。萨尔茨堡的教堂和小型音乐厅经常举办莫扎特作品的表演。在这样的环境中，音符像是在空气中流动，为这一天画上完美的句点。里加有着波罗的海巴黎的美誉，是欧洲最大的木造建筑群和新艺术建筑的集中地之一。相比于其他欧洲热门城市，里加少了些许喧嚣，却多了一份让人安心的静谧。在这里，哀人可以沉浸在细腻的城市细节中，静静地探索历史与现代交织的魅力。老城区是里加的灵魂，拥有蜿蜒的石板路、色彩缤纷的房屋和中世纪建筑，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随处可见精美的教堂、广场和咖啡馆，小巧而充满故事感。清晨或傍晚时分，漫步于宁静的石板路上，从圣彼得教堂的钟楼俯瞰整座城市，感受历史的沉淀。黑头宫是里加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位于老城的心脏地带里加市政广场。这座壮丽的建筑以其哥德式与文艺复兴风格的结合而著称，见证了里加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发展。站在这里，静静感受旧城的气息，仿佛能与历史对话。自由纪念碑位于里加市中心，这座纪念碑象征着拉脱维亚的独立精神，当地人称其为米尔达，是城市的精神象征和集会场所。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又被称为光之城堡，是里加现代建筑的代表之一。
它以其独特的建筑设计、深厚的文化意义以及丰富的藏书，成为了了解拉脱维亚文化与历史的必访景点。建筑的造型灵感源自拉脱维亚民间传说中的玻璃山，象征追求智慧与理想的精神。它表达了拉脱维亚在历经战乱与政治变迁后对文化复兴的坚持。卑尔根这座被群山与海洋环绕的小城，这里不仅有壮丽的自然风景，还有温暖的人文气息，使爱人放慢脚步，重新找回自我的理想之地。第一站，我们来到卑尔根最具代表性的布吕根老城区。这片五颜六色的木屋曾是中世纪汉萨同盟的贸易中心，如今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清晨时分，当街道还未被人群填满时，漫步于这些木造建筑之间，感受历史的静谧与厚重。或许走着走着，你会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店，里面有着手工制作的北欧工艺品，让人感受到宁静中的惊喜与温暖。接着搭乘弗洛伊恩山缆车，登上卑尔根最佳的观景点之一。缆车缓缓上升时，整座城市和港口的风景渐渐展开，让人不禁屏住呼吸。到了山顶，远眺群山与大海交织的景色，享受大自然的宁静。旅途的每一天总少不了一杯咖啡的陪伴。卑尔根有许多安静又迷人的咖啡馆，非常适合 I 人短暂休息。点一杯现煮的咖啡，再搭配一份挪威传统甜点肉桂卷，享受属于自己的小小时光。卑尔根不仅是一座风景如画的港口城市，它的每一处都藏着一份静谧与深度，等待你用心去发掘。对爱人来说，这里不需要急着追逐景点，而是让你用自己的步调，感受一场与自然、人文以及内心的对话，为你的灵魂加注一点北欧式的温暖。巴斯作为英国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整座城市为世界遗产的地方，融合了历史、建筑与自然景色。对于爱人来说，这里就像时间暂停的避风港，无需急于奔波，只要放慢脚步，感受这座城市的优雅与静谧。罗马浴场是巴斯最著名的景点，浴场中心水道设计与桑拿区则是由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所建设，目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可以选择一早来访，避开游客高峰，静静地欣赏古罗马时代的工艺与历史遗迹，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2000多年前的繁华时刻。巴斯修道院是镇上最具代表性的哥德式建筑，就在罗马浴场旁边，创建于7世纪，又在12和16世纪重建。可以坐在长椅上，静静感受彩绘玻璃透出的温暖阳光，或爬上塔楼，俯瞰整座城市，享受一个人的宽阔视野。普尔特尼桥建成于1773年，充满新古典风格艺术感，两旁有精致的小店与咖啡厅，与周围古城区景色完美融合，是巴斯很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画面，非常适合寻找安静角落的旅人。一杯咖啡，一本书，桥下的爱文河水流声成为你的背景音乐。皇家新月由30座连接的建筑组成，全长约150公尺，以其独特的弧状设计和优雅的古典风格，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新月型建筑群。采用了典型的乔治亚建筑风格，以对称和比例为核心，外观使用当地的巴斯石，呈现出浅黄色的温暖色调，被誉为英国文化遗产的瑰宝，
也是必访的巴斯景点。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也祝大家新年快乐，蛇年行大运。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下期见喽，拜拜。